凌晨12点，我正在杀人的时候，突然看到弹幕，你就杀吧，谁杀得过你呀？反正女主可以无限重生，等会女主就绝地反杀你。这杀人凶手是真不带一点怜香惜玉的，女主这么美，他是二话不说，直接就捅肚子啊！我皱皱眉，捅进林柔身体里的刀子抽了出来，鲜血顺着刀身流出，发出滴答滴答的闷响。林柔倒在地上，捂着肚子，痛苦惊恐地看着我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？我不想和他废话太多，掀开他的裙子，对着他又猛猛刺。弹幕再次飘过，竟然看到福利了。林柔作为女主长得是真美，那腿又白又嫩，真想摸两把呀。美貌满分，禁欲满分，邪佞满分，让人征服欲爆棚。女妖们见她都嘶哈嘶哈的流口水，都想教教她什么是鱼水之欢。可她嫉恶如仇，不解风情，一棍子死一个妖精。按捺不住芳心，犯了蠢的女妖，如今全化成灰了。比如我的邻居蟒蛇精，坟头的枇杷树都亭亭如盖了。后来呀，再没人敢犯大圣的神威，可系统偏偏给我安排了这个地狱级难度的任务。攻略孙净空，你有3次机会。哈，我脑袋一嗡，这和老鼠攻略猫有什么区别？就算有100次机会，臣妾也做不到啊！听到这个任务的瞬间，我就知道自己要挨揍。毕竟3打白骨精的故事大家都听过，面对如此恐怖的宿命，我对大圣爷躲都躲不及呢，还攻略他？我想攻略唐僧。我和系统讨价还价，系统沉默了足足1分钟，终于扑哧笑出声：唐三藏如今才8岁，你确定？难怪妖精们对唐僧没有生出痴心，而是生出痴心。我挣扎了3天3夜，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。只要我攻略成功，系统会实现我一个愿望，任何愿望。活死人，肉白骨，黄金万两，长生不死。因着这巨大的诱惑，我鼓起勇气，决心豁出命来搏一搏。我埋伏在白虎岭的一条幽森小径旁，那是取经4人组的必经之路。哼哼，我白小骨可不会像原著的妖精那么傻，变化成什么一家3口去哄骗。不论变化成什么模样，在孙大圣的金瞳下，皆无所遁形。既如此，何不堂堂正正的以真面目示人呢？伪装出一颗真挚的向佛之心，求他们带我一同上路。再从长计议，我原地转了个圈，将肉身卸去，露出森森白骨，多么坦荡，多么真诚。我一具漂亮的骷髅骨架，背靠着一棵巨大的槐树，开始等待。从太阳东升等到日光西斜，中间打好几次瞌睡，昏昏沉沉间，才在红彤彤的夕阳中，看见4个人从远处行来。待他们渐行渐近，夕阳的余晖中，我隐约看清了领头的那个明亮桀骜的少年。我骤然间脑中炸开万千烟花，他生着一张极好看的脸，五官精致如玉镯，更迷人的是一身明耀气度，神光非凡。若我不是一具白骨，此刻定红了脸。待他走近，我满腔的如沐奔涌而出，紧张的声音发抖，大，圣字还不及出口，只听一声清冷的妖精，一棍子敲来，我顿时痛得神魂剧烈，昏沉的脑袋一头栽进山坳之中。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！我残存着一口气，躺在森冷的幽谷中，决定摆烂。方才脑中的璀璨烟花，早化成了一堆死灰。死猴子，果然只可远观。要不是我的设定是拥有3条命，眼下早已死透。痛，真的好痛！一摸脸颊，满脸泪水。我摆烂的躺着不动。哎呀，在这儿呢！只听一声浅笑，我脑袋一歪，看见一个乌发雪肤、皎如玉树的青年，摇着折扇向我走来，举手投足尽是风流。朱鹤宇！我一呆，救命！一定是死猴子察觉到我没死，派这头猪来逮我了。哟，可真漂亮！青年笑着，伸出纤长的手指抚上我的头骨，一脸春意荡漾。可我此刻是一具骷髅架子。小美人莫哭，我家师傅恼了，正念着紧箍咒呢。你且随我回去，让我师兄向你赔罪。他将我抱起，双臂将我紧紧箍住，我只剩一口气吊着，无法挣脱。他的目光在我的头骨上逡巡，看得我浑身紧绷。有什么好看的？我的眼睛就是2个黑窟窿呀！痛！我轻呼一声。朱鹤宇松了松手臂，他眉毛轻挑，似是在说本公子最是怜香惜玉了。可是我不需要赔罪，求求你放开我，我不要去见死猴子！呜！我被吓得在他怀里打摆子，全身骨头碰撞的叮当作响。朱鹤宇带我回去时，少年正跪在小和尚面前，看似低眉顺目，眸中燃着的火焰却昭示着他的不服。见我来了，他斜睨我一眼，不羁又傲慢。只此一眼，我竟然不争气的害羞了。为什么死猴子这么迷人？不由得暗自唾弃自己，强行定了定心神，决计寻个机会开溜。小和尚端坐在地，双手合十，蹙眉道：空，还不向女菩萨赔礼。师傅，他是妖。少年看着我，眸中尽是提防，此妖守在此地，必定是在等我们。闻听此言，我挠头盖骨，附和道：正是。孙净空微怔，似是没想到我竟如此坦率。
接着他继续冷吃，他等我们必是为了吃掉师傅。错了错了，我连连摆手，脑袋摇得像拨浪鼓。不，我虽是妖，但只爱吃猪肉，不吃人的。孙敬空满脸的不信。朱鹤宇困扰地揉揉太阳穴，沙笑笑乐呵呵地嗑起了瓜子。小和尚面露疑惑，语调稚气又温和，你不吃我，等在此处却是何故？情势逼人，总不好说我看上了你家猴。扑通，我跪倒在地，咔嚓，腿骨裂开了。师傅，我做出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坚定又真挚，虚弱又卑微，用尽全身力气维持着演技。我心向菩提，求您收我为徒，我想随您去西天拜佛求经。本打算摆烂的我，决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求一求，就当自己努力过。这小和尚挠挠脑袋，你是位女菩萨，我们是和尚，只怕圣僧，佛法普度众生，女子也是众生啊。我挣扎抢辩，您怎可起分别心？这许是看我可怜。小和尚沉吟一瞬，妥协道，难得女菩萨一片真心，你且随行半年，小僧需看看你的慧根。哎，这么容易吗？我呆呆地点点头。唐僧还真是个单纯好骗的小傻瓜，如今路已铺好，我不走都对不起自己。相信凭借我的渣女茶艺，一定可以俘获死猴子的心。不可！金童少年细细打量我一番，眼睛微眯，这是妖精的诡计。师傅，小心留虎为患。小和尚没理他，而是让我画个形。毕竟带着一具骨头架子上路，让人怪心慌的。我一瘸一拐的原地转了个圈，画成少女模样，极美。师徒三人看呆，沙笑笑的瓜子撒了一地，唯独孙敬空眸中两簇火苗闪烁着杀意。师傅，师兄一棍子把我的腿打断了。我的眼中浮现泪花，可怜巴巴的茶言茶语，小骨走不了路了，哎，可以让大师兄背我走吗？谁是你师兄？厚脸皮的妖精。美少年恼道，再者你的腿不是他打断的。但他没再解释，毕竟那一棍子打掉我半条命。骂归骂，在小和尚的授意下，少年郎还是忍着恶心背起了我。我心里美滋滋，这可是孙大圣嘞，西游记第一美少年，天上地下第一战神，就喜欢他挠我，又不得不忍着我的样子。喂，抱得我这么紧，脖子要被你勒断了。少年咬牙道。朱鹤宇摇着扇子，一脸羡慕，大师兄艳福不浅哦。走了一会儿，孙敬空故意越走越慢，落在后面，待和唐僧等人拉开了一段距离。砰！他把我丢在地上，我被摔得眼冒金星。少年唇角微弯，勾起一个顽劣的笑，演够了吗？我这就结果了你。金箍棒被高高举起，且慢！我瞪大眼睛，央求中带着警告，竹筒倒豆子似的滔滔不绝。我可是你未过门的师妹，师傅若知道了，一定会念上3天3夜的紧箍咒，说不定会把你逐出师门，遣返花果山。金箍棒一掷，美少年神色复杂地盯着我，不情愿地放下棍棒。我脑门冒出一大颗汗，后背都湿透了。阿弥陀佛，伶牙俐齿让我捡回一条命。就这样跟着取经4人组相处了10余天，孙敬空对我时时防备，莫说动心，不动怒就不错了。讨好他不成，我只好转头讨好唐僧。小和尚心善，有他在，死猴子拿我没辙。赶是赶不走的，我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取经队伍，让那少年郎恼得牙痒痒。这天我们到了丸子山，再走不远就是波月洞。原著中这里是黄袍怪的老家，那怪物掳走了宝象国的公主，还想吃唐僧肉。若我保护好唐僧，定能博取孙敬空的信任。夜晚到来，小和尚早已饥肠辘辘。朱鹤宇去觅食，许久未归。孙敬空去寻他，临走前特意叮嘱沙笑笑，让他盯紧了我，别让我靠近师傅。我过了半晌，小和尚渴了，使唤沙笑笑去找些水来。沙笑笑深看了我一眼，有些顾虑。我拍拍胸脯，三师兄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师傅的。唐三藏催促道，莫要愣着，为师可急了。沙笑笑走了，只剩我和唐僧。这对于妖精来说是多么好的机遇呀！白白嫩嫩的小和尚近在咫尺，要杀要剐，全凭我意。我赶忙摇摇头，甩掉这个奇怪的念头。真没想到，当妖怪久了，竟染上了罪恶习气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！我握紧拳头，下定决心要好好保护唐三藏。1刻钟过去，小和尚叹了口气，你随我去找水喝吧，这3个混小子定是玩耍去了。我瞄了眼唐僧，一个约莫7、8岁的小童，喊另外3个人混小子。哈哈，怪滑稽的。我想拒绝，乱走会碰到妖怪，但又不能拒绝，还指望着他收我为徒呢。孙敬空面前只有他护得了我，遂不情不愿地陪他去找水。果不其然，但见眼前一座高塔，宿命一般，小和尚找到了黄袍怪的洞府。嘿，黄袍怪，您的饿了么订单已准时送上门来，请出来签收哦。温馨提醒，蘸孜然和辣椒会更美味。就很荒诞，我与黄袍怪缠斗在一起。小和尚一口一声阿弥陀佛，
在我过去的生命中，我从未想过有一天，我白骨精会为了保护唐僧和黄袍怪打作一团，太荒谬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唐三藏被吊在半空，下面一口大锅，烈火翻滚，沸腾的水咕嘟咕嘟直冒泡。这种时候，他还有心思劝架，他人还怪好的嘞。小姑小心！小和尚一惊一乍，我的手臂被砍伤，若非闪得快，一条胳膊就没了。不由得心里一怵，这怪物实难对付。又打了片刻，我力有不逮，手臂、后背、胸膛到处是伤，血染了衣衫，就连脸上也被利刃划破。岂有此理！我这么好看的一张脸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我还是学猴子去搬救兵吧。不成不成，我若逃了，小和尚不得立刻被煮了。犹豫再三，我冒着玉石俱焚的风险，凝聚了全身的阴气，与他搏命。你这妖精疯了！黄袍怪吓了一跳，迟疑之际，他被我击中胸口，喷出一口老血。他疼得龇牙咧嘴，神情错愕。我可以邀你同享唐僧肉。你大可不必如此相搏。西天取经，白骨精是团宠 BDO22，放肆！我义正辞严，唐三藏是我师。话未说完，口中喷出血来。低头，黄袍怪的战钢刀捅进我的胸膛。我头脑昏沉，目光涣散，跌跌撞撞地逃出洞府。黄袍怪没有捉我，也不曾追来，许是他对我存了一丝怜悯。此刻，我心中残存的念头是：臭猴子救命啊！刚跑出不远，遥遥的隐约看见那个明亮的少年正驾云向我驰来。我一瘸一拐的努力向他奔去。月光下，他挺拔如松，孤高如鹤，面如美玉，势如骄阳。乌发被金冠束成高马尾，夜风吹起发梢，洒脱不羁。少年一袭紫衣站在云端，威风凛凛，宛如救世的神明。我浑身是血，乌了眉眼，狼狈得像条狗。就那样虔诚地仰望着他，眸中闪烁着惊喜和希冀。大师兄，谁是你大师兄？妖精，你竟吃了师傅！少年怒斥，一棍朝我打来。不玩了，这回真的不玩了。系统，你还有一条命呢，何妨一试？呸！这次我发誓要摆烂。那夜挨了一棒，我咕噜噜地滚下山，躺在肮脏的泥土里，看着冷白的月光。生命在一点点流逝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臭猴子的心真比石头还硬啊！我又死了，当然，很快我又活了。这是我的最后一条命，我决定好好珍惜。所以，不论系统如何劝说，我也打定主意，当一只安分守己的古妖。要是运气好些，还能遇到了样貌俊俏的小妖怪，谈个甜甜的恋爱。攻略齐天大圣，呵呵，傻子才不，疯批才会干那种事。我疯了。才过了一夜，我觉得我又行了，因为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，齐天大圣就在山谷中找到了我。此刻的我阴气耗损，又化为一具白骨，他把我抱了回去。公主抱，温柔又小心翼翼，带着少年人才有的青涩和紧张。想起昨夜，我委屈且生气。我拼死保护唐僧，却被他当头一棍打掉一条命。控制不住的，我虚弱的给了他一拳，然后在他怀里低声啜泣起来。少年有些窘迫，不复昨夜的孤高桀骜，耳畔响起低沉好听的少年音：抱歉。他一道歉，我更放纵了委屈，心酸奔涌，哇哇大哭。我一个小小古妖，硬是哭出山河逆转，海水倒灌的气势。美少年慌张地轻拍我的肩膀，像哄小娃娃似的，一下一下，直哭到太阳稳稳地高高地挂在空中，我才停住。齐天大圣也会哄人。我眼含泪花，怀疑地歪头看他，你真的是那个孤高、自大、冷漠、傲慢、很凶的高高在上的齐天大圣吗？少年被我问得一怔，随即他微微勾唇，不羁的一笑，好吧，我是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。有大圣在，小和尚自然被救出来了。宝象国的百花羞公主也被平安送回了家。至于黄袍怪，应该说是天上28星宿之一的奎木狼星君，被召回了天界。离开时，他浑身木血，双臂俱断，伤得可惨了。为了和百花羞再续前世情缘，他冒死下界，被猴子狠揍一顿。回天庭后，还不知道会领受什么刑罚，保不齐要被天雷狠劈个7天7夜，然后打入天牢，值得吗？就为了前尘救援，凡情俗爱。看在他放过我一命的份上，我虽不理解，但很想祝福。奎木狼跌跌撞撞地远去，背影狼狈落拓，我叹息一声，阿弥陀佛，真是可怜。孙净空睨了我一眼，不知是好奇还是嘲讽，你倒是不记恨他。我挠挠自己白森森的头盖骨，颇为不解，一板一眼地认真道，你打我2棍子，我也没记恨你呀。美少年，嘿嘿，我好像成了团宠。孙净空因误会过我，心怀歉疚，待我友善了一些。其余3人自不必说。小和尚见我重伤未愈，不仅每日嘘寒问暖，还让我与他同乘白马。朱鹤宇寻到好吃的，自己不贪嘴，倒先拿给我。一有机会，他就悄悄诱惑傻丫头去西天取经有甚意趣，何不与我逍遥天涯？连平时沉默寡言的沙笑笑都忍不住和我搭话。白姑娘，你真的很抗揍。沙笑笑一脸敬佩。
过奖过奖。我满头黑线。不必过谦。他脸上的敬佩升级成崇拜，若是别的妖精，大师兄一棍子就打死了。你挨了2次，竟还活着。我说朋友，你这样可就把天给聊死了。我一有机会就缠着孙净空，像个小尾骨一样跟在他身后，寸步不离，一口一声大师兄，叫得特甜。他很烦我，烦到看见我就掉头走的程度，但我有的是招数对付他。他一嫌烦，我就嚷着这儿疼那儿疼，还不忘来一句好像是被大师兄打的。少年就涨红了脸，无言以对，只能由着我黏他。我暗自揣度，其实臭猴子还挺温柔的，不然也不会被我一句话就拿捏住。为了让他快点发现我的好，我忙得团团转，头盖骨都快冒烟了。化斋、换洗、安抚村民、保护小和尚，能做的我都做了。夜里还勤奋地采集天地灵气修炼。上次被打得太狠了，到现在我还是一具骨头架。孙大圣怎么可能对一具白骨动心呢？半个月后，我终于恢复女子模样。那天清晨，夕光温柔，我知他每天早上都会口渴，特意用荷叶掬了捧干裂的清泉，盈盈地笑着来到他身边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晨光和煦，洒下薄红的纱。少年转过头，我看到他的眸中闪过一抹柔光。鱼儿终于咬饵了。孙净空，我要你做我的裙下之臣。师父又被妖怪抓走了，还有2师兄、3师兄、白龙马和我。总之除了孙净空，我们一个都没逃掉，甚至我们连妖怪长啥样都没看清。一阵大风像卷铺盖似的把我们齐齐卷走。在睁眼时，已经在一个漆黑的山洞里了，周围是跳跃的火光和黑彤彤的鬼影。妖怪们在窃窃私语。清蒸还是红烧？唐僧肉如此珍贵，不如把它分成4份，一份清蒸，一份红烧，一份椒盐，一份麻辣。甚好，甚好。小和尚被吓得吧嗒吧嗒直掉眼泪。朱鹤宇建议道：清蒸最好，营养不易流失，还能品尝到食材最原始的鲜味。如果你们吃我选择清蒸。我和沙师兄脑门齐齐冒出汗来，高级食材果然很有自己的想法。唐僧哭得更厉害了。此刻我们4个被关进笼屉里，显然妖怪们被朱鹤宇说服。笼屉里越来越闷，我听见沙师兄在问：大师兄来得及救我们吗？一定可以。我对他很有信心，甚至一点都不觉得害怕。真奇怪，我为何这般信赖他？如此笃定，让我自己都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在我们被蒸得晕晕乎乎的时候，外面传来厮杀和尖叫。蓦地，笼屉被一下掀翻。我迷迷瞪瞪地抬眼，看见金童少年手挥金箍棒，桀骜邪佞，又神光明耀，如战神降临，满洞沉尸，血流成河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嫉恶如仇、杀伐果敢的齐天大圣。更多的时候，这个样子的他只在传说当中。我高兴地叫起来：大师兄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美少年闻言一挑眉，讶异又似得意。后来他问我：你就那般信我？我使劲点头，看得出他心情很好。从那日起，孙净空不那么排斥我了，甚至我不缠他时，他还有些不习惯。但这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取经队伍路过逍遥窟时，白鹿精不仅要吃唐僧肉，还看上了我，想娶我当个新夫人。孙净空制服了妖怪不说，还一拳头打折了他12根肋骨，像是在撒气。我支着下巴，倚在石壁上观望，眼珠一转，心里有了主意。在这次战斗中，我的腿骨断了，岸上之后不良于行。我一瘸一拐地跟着大家，逐渐落到后面。孙净空见状，掉头向我走过来。我先一步开口：二师兄。青年闻声回头：可以背我吗？朱鹤宇摇扇一笑，优雅地向我伸手，请。孙净空脚步滞住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眸光平静冰冷，可再细看，眼睛深处情愫潋滟，弥散出一丝焦躁和不解。小猴子，吃醋了？这就是姐姐的极致推拉。若即若离，你才会更在意我，不是吗？月老庙的一根红线成了精。少女怀春为了孙净空竟逃下界来，路过断肠崖时，一个娇滴滴的红衣少女迎面拦路，与我当初如出一辙。唯一的差别是，当时我是一具骨头，面前的却是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。唐三藏，我要拜你为师。少女娇声道，一双眼睛瞄的却是孙大圣，只一眼，2朵红霞飞上他的脸颊。一双秋水剪瞳，情意绵绵，欲说还休。阿弥陀佛，小僧不收女徒。小和尚和善的拒绝。为什么？少女眉头一蹙，水葱似的手指指向我，不服气道：那为什么收他？唐三藏合掌又念了声佛，解释起来：小古来时不着色相，小僧见他有虔诚之心，故而愿。不等唐僧说完，少女手中倏地飞出一根红线，闪电般缠上孙净空的手腕，红光飞快地闪了一下，消失在少年的腕上。他自己手腕的红线也闪了一下，继而消失。红线女兴奋道：成了。接着她像风吹树叶似的疏忽而去，远处飘来她的娇笑声：孙净空，你我已签订婚盟。
纵使是齐天大圣，也得当我的如意郎君。我呆住，月老庙的人做事这么简单粗暴吗？这可真让人头大。大师兄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握紧拳头，急得满头冒汗，直勾勾地看向孙净空，舌头都打结了。他一直视着我，神情玩味，像是想透过我的眼睛看清我的心。道士朱鹤宇悠然开口：慌什么？你不知大师兄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石头怎会动心呢？原来是这样，我真傻。红线女出招，孙净空怎会躲闪不及呢？他压根儿就没想躲。只见美少年轻轻一笑，看着我的眸子里多了一丝暖意。见他笑，我怔怔地红了脸。不知道是不是我自作多情，一个念头蓦地冒了出来，这家伙在借机试探我。救命！我再不敢自作多情了。红线女被孙净空打死了。他见月老的红线不起作用，捉走了唐僧，拿小和尚的命威胁孙大圣就范。齐天大圣岂会受人胁迫？看着奄奄一息的红衣少女，血鼓鼓的自她胸膛涌出，染红了身下的土地。他的眸光渐渐暗淡，却仍张大着双眼凝望着孙净空侧影，不甘又眷恋。金童少年收棒，冷冷地转身离去，不再多给他一丝目光，漠然的像一块石头。我骤然浑身发抖，毛骨悚然，犹如被当头棒喝，恍然清醒。攻略孙净空，做什么春秋大梦？妄想齐天大圣会爱上我，简直疯了！红线女的结局无疑为我敲响警钟。孙净空有颗石头心，对恋慕自己的女子毫不留情，死在他手下的女妖不计其数，我凭什么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呢？凭什么？看着死去的红线女，我不由得生出几分同病相怜。离开前，我为她治了种，在她坟前拜了3拜，以示感激。感激她，让我清醒。我决定放弃攻略，找个合适的机会离开取经队伍，回到我白虎岭，做一只安分守己的古妖。无爱，则无忧亦无怖。虽不得长生，却能长命。少年似乎察觉到我在躲他，不知是不是错觉。我常常感到他在看我，不管我在做什么，一道目光始终追随着我，眼神里充满探究，有时还湍着火苗。他在挠我，被他锐利的眸光一照，我控制不住的害怕，端饭的碗都抖起来，恨不得立刻逃遁。有一次，因被他盯得久了，我竟控制不住的现出原形，变成一具战战兢兢的骨架，一边现形，一边还哆哆嗦嗦的打摆子。我捏着荷叶梗，荷叶里的水洒落了一地。朱鹤宇笑得喷饭，直呼大师兄的火眼金睛煞是厉害。孙净空见我这般模样，眼神愈发冷了，离开迫在眉睫。这天，我们来到菩提村，村民热情好客，看见圣僧到来，皆出门迎接，纷纷想把佛子迎到家中招待。菩提村，村如其名，这里的人爱参禅，喜聊佛理，眉眼间尽是淳朴和虔诚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他们很熟悉，但我确定不曾见过。我无意深究，心道还是找机会摆脱孙净空最为要紧。终于等到夜深，我竖起耳朵，听到隔壁朱鹤宇和沙笑笑的呼噜声，还有小和尚均匀的呼吸，就连孙净空的呼吸都绵长舒缓，看样子是睡得沉了。这些日子里，大家风餐露宿，睡眠很浅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的，孙净空总是很快醒来。我和他们住在一处，实在难跑，可算让我逮到个机会。我拎起早就收拾好的包袱，悄咪咪地推开门，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。月光冷白，凄惨惨地洒了一地。呵呵，和孙净空打死我的那夜，别无二致。我又忐忑又害怕，翻出栅栏，一路沿着乡间小路直奔梨树林，跑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。因紧张的腿软，半天缓不过劲来成云。就在我靠着梨树休憩之时，忽听一个低沉好听的少年音在身后响起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我被吓得一抖，差点心脏骤停。知晓金童少年就在我身后，我怕得不敢转身。为什么躲我？声音微哑，似有幽怨。他来到我身后，我感受他温热的吐息落在我的脖颈上，痒痒的，让人更加毛骨悚然，恍若下一刻就会被他生吞。不争气的，我怕得眼泪直流。说话，少年恼了，他掰着我的肩膀，将我狠狠转过去，却在看到我眼泪的一刻怔住，冷白修长的手指拂去我脸上的泪，眼泪却越擦越多。良久，他哑着嗓音问：“为什么这般怕我？”我张口勉强找回自己的声音：“大师兄，我话没说完，嘴唇忽地被人封住。他竟吻了上来，我人炸了。那是一个掠夺性极强的吻，攻城略地，不能呼吸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我完全呆住，不能理解眼前的事。齐天大圣在吻我，许久，久到我一个妖精生出被人吃干抹净的错觉。那个充满侵略的吻，渐渐的变得极尽温柔缠绵。他摸摸我的脸颊，低头浅笑：“别怕。”像是觉得自己没说清楚。美少年红着脸，轻咳一声：“我不想你怕我，好吗？”我机械地点点头，一脸呆滞。究竟是哪个呆子说孙大圣的心是石头做的？
我明明听到了他胸膛里炽热的心跳，这样世间无双的人竟然喜欢我吗？慢慢找回脑子后，我的心中渐渐生出欢喜，含着星星眼，仰头凝望他。不怕。见我盯着他看，爱慕溢于言表。我骑电动车朝林柔家的方向而去，路上我在捋信息。第一次我杀林柔后，把她装箱处理。重生的时间提前到，我站在林柔楼下送外卖时。第二次我杀林柔后没处理尸体，重生的时间提前到，我把老公尸体扔硫酸缸里，穿外卖员衣服，准备给林柔送外卖的时候。第三次我杀林柔后，将尸体装箱处理，并运到了郊外。重生的时间点提前回到我刚杀死我老公，还没来得及把他扔硫酸缸的时候。捋完信息后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：我每杀林柔一次，那么我重生回来的时间就会越来越提前。我骑电动车来到林柔的楼下，我没有敲门惊动林柔，而是去了自己租的屋子，拿了电锯。我提着电锯锯开林柔的房间门，她不在客厅，2间卧室的房门是紧闭着的，她会躲在卧室里。我锯开了她主卧室的门，房间里是白色与蓝色的淡雅搭配，看起来很符合林柔文文雅雅的表象。我四处看了一眼，林柔不在这里。我转身锯开了另一间卧室，这间卧室是粉色调的，一切都是粉色的，粉色的椅子，粉色的桌子，窗帘大床都是粉色的。我注意到垃圾桶里有很多粉色的安全用品。弹幕，女主是漂亮气质那一挂的，但我没想到她心里还是偏甜妹风格呢。这是甜妹风格吗？我怎么觉得很像我之前看电影里的一个布置啊？楼主，你说的什么？你的意思是你看这卧室很像你之前看的电影？大家没看到垃圾桶吗？那里有很多粉色的安全用品啊，难道女主男朋友很强吗？不是，谁家男朋友用那么多安全用品啊？如果能够打开衣柜就好了，只要让我看到衣柜里的衣服，我就能确认这个女主是不是我之前看电影里的女主。我打开了衣柜，柜子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粉色衣服，她们都是情趣衣服。弹幕，哎呀，气质女神在我心里的形象破碎了，她怎么能收藏这些衣服啊？我猜的没错，她就是那部电影里的女主播。我的天，她太会装了。白天她在霸道总裁面前装清纯小白花，为了打造人设，她从来都不肯收霸道总裁的支票，但晚上她就戴上粉色面罩当女主播，找观众要钱。她欺骗了我的感情，杀人犯，赶快把她杀了吧！我正要仔细查看林柔有没有藏在衣柜里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客厅传来急促的奔跑声。不好，林柔想坐电梯跑出去，她住的是公寓，楼下就是人来人往的马路，一旦她跑出去，那我想杀她就难了。我迅速跑出卧室。走廊外，林柔拿着刀子，正焦急地不断地按着电梯。我阴沉着脸，大步朝她跑去。林柔急得脸色惨白，不管不顾地朝旁边的楼梯口跑去。我紧跟其后。林柔疯狂大叫着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强烈求生的欲望让她跑得很快，但强烈杀人的欲望让我跑得更快。在她转弯的时候，我一电锯捅进了她的后脊梁骨。林柔痛叫一声，仰头栽倒。她眼睛睁得很大，几乎要脱离出眼球。为什么？我拿着电锯又给她来了几下。林柔死了。与此同时，楼道里传来其他住户的声音。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好像是26楼的人在求救。赶快过去看看，人来了，我是逃不掉的。我也没想过逃，反正林柔会重生，我也会重生，一切都会重新来过。我回到林柔的家，拿走她的手机，又迅速跑回自己租住的房子里。林柔的手机、微信图库浏览记录全部被我打开。微信里是她与我老公的聊天记录。林柔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有老婆，如果知道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和你在一起的。我老公那黄脸婆我早就不想要了，但他不想和我离婚。我天天打他，总会把他打得净身出户。林柔，净身出户。那到时候你能有多少资产呢？我老公200-300万吧。林柔没有再回复。我老公追问：宝宝，你怎么不理我了？是怪我还没离婚吗？你放心，我很快就要离婚的，到时候我们天天在一起好不好？林柔没理会他，而是找了1号霸道总裁聊。林柔，欧先生，早安。林柔，欧先生，您的胃不好，我给您准备了熬的清粥，放在您桌子上了。林柔，欧先生，晚安。我随便滑动了几下，基本全是林柔在主动找这欧先生聊，但欧先生很少回复他。弹幕，林柔这是个绿茶婊啊，看到舔狗只有几百万的资产就不理他了。我把他当女神，没想到他却跪舔别人，本来我还觉得他死得惨，现在我只想捅他几下子。我又打开图库，他的图库里全是他穿着粉色衣服戴着粉色口罩的自拍视频。弹幕，林柔不仅是个主播，还是个福利机呢，他做福利机赚这钱干啥？你不知道吗？林柔给流浪动物们捐了钱。他为啥捐钱？为了向霸道总裁展示他博爱清纯小白花的人设。我随意刷了下手机，已经把林柔了解得透彻了。可越是了解透彻，我就越是恨他。我不自觉低喃：林柔，小时候你家里有权有势，霸凌我，还叫人开车撞死了我妈。长大后，你又勾搭我老公，
你把我老公勾得颠三倒四，让他家暴我，活活打死了我的孩子。当时我已经怀孕7个月了，孩子都成型了呀。泪水从我的眼眶里掉出来，沾满了我满是沟壑的疤痕。弹幕：从某种程度来说，林柔毁了杀人犯，难怪杀人犯非杀林柔不可。这杀人犯还是太仁慈了，如果是我非得把他锯成几节。好了，大家都别说他是杀人犯了，他是个反抗的勇士。这时门外已经响起嘈杂的声音，死人了，26楼的女的死了，赶快报警。我闭上眼睛，再次躺在床上。警察来了之后，肯定会一一排查林柔周围的邻居。1楼一共4户，26楼只有我和林柔在住，所以警察很快就会找上我。10分钟后，警方进入林柔房间排查。30分钟后，警方敲响了我房间的门。我没有换衣服，更没有藏电锯。警方很快把我抓住，将我铐到局子里，问我杀人原因。我一五一十说了，他勾引我老公，我老公家暴我，导致我流产，我恨他，所以杀了他。我很快被抓进牢里，等待审判。这期间，警方顺藤摸瓜地查出我还杀了我老公。我没有慌张，静静等待着林柔的再次重生。可我没有等到1个月后，我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。等待死亡的过程中，我仰望着四四方方的小窗户时，心里逐渐衍生出后悔。后悔就像是藤蔓一样，密密麻麻缠绕我的心间。小时候，姑父恶心黏腻的胳膊碰到我的时候，我都恨林柔，想把她剥皮拆骨。后来，我大学毕业，有了好工作，结了婚，一切都往好的方向走。那时，我对林柔的恨意已经冲淡。我一心想着生完孩子，再努力工作，为孩子打拼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直到我无意中看到我老公的图库里有他和林柔的自拍，我炸了。对他积攒的恨意就像是潮水一样汹涌地扑向我。我开始做错事，一心想与林柔同归于尽。现在我真的后悔了。林柔是个苍蝇，叮了我老公，也说明我老公是个垃圾。我何必要和垃圾同归于尽？7个月后，死刑来临。我默默闭上眼，还以为这次会有机会重新来过，但没有啊。针管扎进我的皮肤，插进我的血管，我渐渐感知不到疼痛，我要死了。再睁眼，我已经流产，重生回到老公面目狰狞踹我。汪婷，我最后一次告诉你，你再不和我离婚，我就杀了你。我倒在地上，手边就是刀子，只要我想就能直接捅杀他，但这次我没有。我很感谢上苍给我的重生机会。我是个没有爸爸的人，我的妈妈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，在我看来，没有爸爸的孩子是可怜的，会别人欺负的。所以以前的我哪怕知道老公混蛋，但我一直坚持着不想离婚。现在我果断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老公停止殴打我，欢天喜地拿着协议拍照发给林柔。他不加掩饰，宝宝，我为了你已经离婚了，你现在就和我结婚好不好？林柔依旧没有回复。老公恼羞成怒，把家里的东西砸得稀巴烂。我十分好心提醒，林柔住在时光公寓26楼，你直接去找她不就行了？5小时后，时光公寓死人了，死的人是林柔。我老公去找她的时候，林柔在粉色的房间里和男人亲热。我老公看到这场景，瞬间发狂。我为了你，把自己孩子都打死了，你竟然又是当主播，又是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他杀了林柔。最终，我老公因为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得到这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在新的公司打拼。我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要活在过去，仇恨会遮住你的眼睛，让你冲动、愤怒，止步不前。还有，恶人只有恶人磨。